之前介绍过红玉行的月亮虾饼，这次享福的月亮虾饼比较不一样，它的饼皮外层是有点像润饼，稍微煎一下，将两面都煎成金黄色。原本还在想这种饼皮会酥吗？没想到吃起来的口感还真的会酥呢。但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真正厉害的是这个酱，酸酸甜甜的这个酱让这个虾饼加分不少。以快速料理包来说，他们家的咖喱吃起来真的不太像是料理包，红的、绿的两种口味都蛮好吃的，看你要用隔水煮热呢，还是用蒸的都可以。绿的口感呢，吃起来稍微偏甜一点，红色带点微辣，但实际上吃起来不太有什么感觉。以咖喱料理包来说，这个真的吃起来非常像是自己煮的。像这个又方便又好吃，这种我就是会无限回购。一整只鸡的鹿茸炖鸡汤相当的划算。买生鸡肉都将近要200元了，更何况这是已经料理好还有味道的鸡汤，才200多元，300块有找，是不是相当的划算呢？瞧瞧，这可是一整只鸡呢。药材已经炖得相当入味，我建议可以再加一些水进去，个人觉得这样子浓度会刚好。滚开后香味四溢，汤头好喝哦，还有回甘的感觉。鸡肉已经炖到非常的软嫩，可以轻松就夹起。喝完后还会觉得身体暖暖的，还不错喝的一个鸡汤，推荐给你哟。一口就能吃的水饺扫水饺，非常的适合小朋友，大小刚好。皮的部分厚度刚刚好，我还蛮喜欢吃他们家皮的口感，不会因为太厚，最上面的皮煮不熟。内馅的话会带有一点微甜的口感，还有高丽菜的部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，会有脆脆的口感，就像自己新鲜包的一样。加味的客家咸汤圆长得很可爱，很像福州丸子，不是圆圆的，而是长条椭圆形。平常我都是买桂冠汤圆来煮咸汤圆，现在又多了一种选择可以买了。汤圆的外层糯米皮吃起来蛮 Q 的，内馅的肉燥香味还不错，多加一些青菜就能煮出一锅好吃的汤圆。
素食主义也可以买这一道来吃哦。分量并不大，可以再加些料下去煮。麻油味还蛮浓的，个人建议是可以再加些水下去稀释，而且汤头这样子喝起来也不会这么油。里面的菇还蛮多个，料还挺丰富，虽然菇没有那么软，汤头还不错，再煮个面线就可以解决一餐咯。接下来介绍3样很适合配粥的好物：胡同烧肉的辣萝卜，还有泡菜，以及姜记豆腐乳。姜记豆腐乳是比较甜一点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。煮一锅粥的时候，光是配这个豆腐乳，我就可以不用配其他的东西了。个人很推荐他们家的豆腐乳，好吃。这罐胡同辣萝卜装得满满的，配饭配粥，或者是拿来配面线也都不错。那他们家的泡菜就比较偏甜一点，不会像庆尚北道的泡菜那么酸辣，一样也是蛮好吃的。不吃那么辣的人就可以选择他们家的泡菜。跟庆尚北道比起来，我个人是喜欢庆尚北道多一些，但是他们家也是蛮好吃。这3样都蛮适合拿来配粥的哟。辣萝卜的话，吃起来是真的蛮辣的，所以要加的时候自己要稍微斟酌一下量。接下来是全联排名1、2、3名的面包：火腿 cheese 可颂，长得像6块腹肌的奶油小餐包，以及手撕面包。这3款我个人都觉得蛮好吃的。面包本身还蛮有湿润度的，不会太干，边吃边撕就是会令人有一种过瘾的感觉。带有奶油香气的面包还蛮好吃的，这个我会回购。长得像6块腹肌的奶油餐包，面包本身也是湿润度很够，Q 弹的口感也不错，难怪会成为面包类的前3名。下面还有油亮油亮的奶油呢，吃起来又香又美味。这是一个令人有罪恶感的面包。再来也是减肥者的一大禁忌面包，可颂加上cheese已经够罪恶了，里面还有满满的美乃滋。这个比较不建议再回烤，怕美乃滋溶掉。可颂本身虽然没有很酥，但是好吃在于美乃滋。肥肥的美乃滋为它加分不少。蛮意外的是，全联现在有蛮多好吃的面包。也尝试过很多全联的面包，但吃起来都太干了。现在的面包真的有很多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像这款古早味蛋糕就很像轻蛋糕，打开就可以闻到蛋香气。蛋糕本身还蛮有弹性度的，一样是湿润度也够。
这个当做蛋糕基底，再铺上一些奶油，放上水果，就可以成为很体面的蛋糕了。看看它 Q 弹绵密的内部，好吃哦！全联第12集就介绍到这咯，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